大家好，我是邱平。通过刚才的画面以及我身后这些，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残垣断壁，满目苍夷，黄土遍地，感觉像是来到了一个末日战场啊。我们之前走很多无人村都没有这样破败，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现在不成样子，但是在几十年前乃至上百年前，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繁华、一个热闹的地方。这里呢，就是山西平遥的莺歌村。说到平遥，大家会知道平遥古城，这个是中国4大古城之一，里面呢有很多保留下来的建筑，特别是那些票号、钱庄。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全国的黄金呢，有一半在平遥古城那里，证明当时那个地方的商业繁华。这个地方呢，尽管说没有乔家、王家那么有名，但是在清朝时期，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晋商村落。因为在山西这一块地方啊，明显的都是黄土地，那当时晋商氛围非常浓。还有一点呢，这附近的土地不够，我们经常说耕读传家，你有土地才能进行种地，但是这个地方不够，所以呢，就导致平遥附近的人都走上了那条经商的道路。尽管说他们比不上那个平遥古城那些大的富商，但是这个莺歌村当时在平遥也算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晋商村落。那晋商发达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到家乡购买土地，建设豪宅。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这些保留下来的财主大院。不过呢，这个村落有一个比较诡异的事情，就据说有一个地主家里在大概70年前突然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当地村民流传比较广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他们家里可能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所以他那个院落大概70年间一直没有人进去居住过，没有人进去，所以呢还保存的比较完整。来到黄土地上面看到最多的就是窑洞。其实窑洞分为好几种啊，我们现在如果去陕北看到那些新弄的窑洞呢，它全部是砖结构的，是用砖就跟我们建房子弄好了之后，上面用黄泥土掩盖，那个能够冬暖夏凉。而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窑洞呢，其实是在门口用砖结构弄起来了，里面呢还是直接从黄泥土把它挖出来，只是说里面简单的粉刷了一下，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了。你像这些窑洞现在都倒塌了。来到这个村落里面，尽管说看到的房屋大部分倒塌，但是从这些留下来的遗迹可以看得出来，以前这里应该是有很多大户人家的。这里的大户当然不是像乔家、王家那种就是算是财力比较雄厚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窑洞，也基本倒塌了。那有这样的门的话，就证明家里还可以。不过这个看起来呢，应该是现代修建的，就不是以前那种地主修建的。像上面那些可能就是地主修建的。我们来这里主要是看刚刚说的那个比较诡异的地主大院，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得到处看一看，因为这里从空中的可以看到这种老式的大院太多了，可能有几十栋现在基本上都是没人居住的。这个算是一个门楼一样，这里完全是倒塌了。这里感觉当时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因为它是有这个门楼，我们来可以确定的。从门楼进入到里面就是一个院子。尽管说这里已经倒塌了，但是明显看得出来，这里其实是有2个窑洞，加上那个就3个。而这里呢又是一个门楼，这边又是3个窑洞，那就证明这里是一户人家，这个院落也是一户人家。那么我猜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以前一个条件好的，然后可能2兄弟住在这里。大家猜想是不是这种？我们在这里环顾一下，你看，全是密密麻麻的那种老式的窑洞式房屋，不过都没人居住。我看到了一些，这个房屋就跟窑洞式的不一样，是一个整体的。我猜想那些地主大院应该是这些。准备下去看看这些高墙，这明显呢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人才能够修建。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平遥比较有名的晋商村落呢？这是因为在平遥古城我们逛了一下，当时那些票号、钱庄
包括一些那个大院呐，他们都比较重视人才，特别是钱庄那些。那么人才肯定是自己培养的最好了，像那些有名的大院，包括那些钱庄票号，他们就招揽学徒，要求这个人年纪非常小，就是好培养。另外一点呢，就要求是本地人。那在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家里呢就把小孩送去那边学习。那我们都知道，包括现在也是这样，你刚出来去上班，积累经验之后，那可能就会自己去创业。那这个地方的那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在钱庄票号或者那些地主家里啊学满了，或者工作了10几年、20年，他们就自己开始去做点生意。于是这个村落呢就发展的越来越好，成为远近闻名的晋商村落。也可以说他们是为那些晋商输送了很多人才，是晋商的摇篮。反正就看怎么理解了，都可以。在这个英歌村比较有名的就是霍家三兄弟，他们就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然后自己出来单干，或者是跟那些有名的晋商家族合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影视剧，也能够了解他们那些家族也知道，这个人如果能力很强的话，他不可能一直跟随自己家里。包括他们本身那些大家族，他们那些掌柜的或者家族，一个是家庭继承，还有一点呢，他们也是从学徒开始，到了后面越来越厉害，能力越来越强，就会自己出来单干，跟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创业一样。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晋商大院，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里呢不是1进院落，应该属于2进院落吧。晋商啊，包括这些平遥古城这些大院，我们都能看到高墙、青砖，这是典型的晋商的特色。现在呢，我们去这里面走一走。当时发生比较诡异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院落，就是说在大概70年前，这个家族呢一夜之间10几口人全部消失了。当然是这一个大院呢，他们3兄弟加起来可能人数还多一点。你看这个上面也是仿木斗拱形式的，有一些已经被破坏了。进去看看。哦，看到没有？这里以前应该属于一个屏风形式的，我们俗称中门。这个一般是在第2进院落才有。那这个在晋商这边，基本上每个四合院呢，就每个大院都会有这种形式。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门不打开，就是说，一个是挡住外面的煞气进去，还有一点呢是阻挡里面的财气外泄，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门呢，什么时候打开呢？就家里有非常重大的喜事，或者是重大节日，还有一点呢，迎接贵宾才会打开。平时的话，就从2侧走进去。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现在杂草丛生，这个东边的这个厢房已经倒塌了，西边的还保存完好，这明显一看就是具有年代感。因为现在包括几十年前大家修房屋绝对不会修建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来到山西这样的院落一进来，就能够明显的典型的晋商大院。这个大院的历史大概有150年左右。明清时期晋商修的房屋的特色基本是这样的，那个主房屋有几个窑洞、堂屋，然后2侧呢可能就是主人以及那个老夫人住的，然后左右2侧呢基本上就是他那个儿子居住的，女儿是在单独的一个角落。那么关于这个家族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至今没有回来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反正在当地有这样一种传说，就是他们家里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跟我们影视剧中经常演绎的那样，然后就消失了。当然这是传说啊，真真假假谁知道呢？什么理由、什么原因造成呢？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因为这种事情谁也不知道，他也没告诉别人。然后现在我们去这个主院落里面看看。这里现在放了一些杂物，
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窑洞风，这里全部是杂乱无章啊。你像山西的窑洞里面都是有炕的，然后有一个灶，这里明显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后面没有人居住。为什么会这样说啊？我们说这些窑洞，如果这几十年有人居住的话，上面一定会贴一些东西或写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一些经验。因为这几十年生活肯定有小孩嘛，小孩喜欢涂画画，他就会在上面弄一些东西。你看这里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刚刚在那个窑洞里面看到那炕是挖开的，然后在这个厢房这里的炕也是挖开的。那么我猜想，是不是当年那个霍家三兄弟突然消失，或者说搬走之后，因为那个时期突然消失没有动静的话，他肯定家里很多东西是拿不走的，只能带一些简单的东西。那么他们又是远近闻名的地主，这附近的人是不是感觉这里面有财宝，把它挖开了？这是我猜想的。你看，这个完全是深挖呀，要不然一般这种房屋就算废弃了，也没有人去挖，对不对？我们走了很多无人村或者废弃的村落，它这些炕没人去挖的。我猜想，可能是有人为了寻宝啊，真的可以称得是船沿断壁，荒草萋萋呀。它以前上面应该还有一层的，估计也倒塌了。反正有这个传说，我走在这个里面，人还是有点瘆得慌，不能在这里面待太久了。那么旁边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大院，也是他们霍氏三兄弟其中的一个。这里应该就是一进院落，大门进去，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墙壁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诡异的房屋布局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一进来是一进院落，然后在中间这里应该有一个二进院落，但是你看这里全部都倒塌了。那这些明显看得出来是他们左右的厢房的。这个通道真的是震撼了，典型的晋商大院。这里应该也是第2个院落或第3个院落，这里倒塌的差不多了。东西厢房已经没有了，你看到没有？是有2层的吧？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下面那个诡异的大院，它上面应该是有2层的。那么这个上面是什么人居住的呢？一般是那些千金大小姐，因为他们这个家族的大院可以看到比不上王家大院、强家大院，他不可能单独的修一座绣楼，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上面搞了一些，差不多上百年前。能够修建这样的房屋也确实是很厉害啊！我怎么感觉他这几个大院都住人住得非常少呢？你看，这里住过人，上面就有很多住过人的痕迹，因为在100年前肯定没有这种嘛，所以说这些窑洞有没有住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里就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没有被挖过的痕迹了，这里只是一些灶倒了。这里肯定是不是挖的痕迹，那就跟我们刚开始说的那栋诡异的房屋，应该是一直没有住人，然后挖过的。像前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院，这一块又是一个大院。这个地方废弃的大院太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部搬走了。现在变成无人村，好像就剩1、2个人在这里养羊。我猜想可能是这些房屋住起来不太方便，后面呢搬到新村去了。这么多的房屋废弃了，就是看起来挺可惜的。估计再过个10多年，这些全部变成黄泥土了。因为房屋没人住的话，损毁的就更快。这个村落我们就逛完了。